好鲜甜哦，认真吓到。它这个鲑鱼肚这么厚，这么大块哦，真的没有骗人。它的蛋饼真的是一般蛋饼的3倍大哎，真的会停不下来耶，好狂哦！大家好，我是小慧啦。今天我们不比食量，我们要来看一下巨大版美食。我找了5家在台北的巨大版美食，从中式到西式，样呢店拢总有啦。而且因为 size 啊比一般搁大几了倍，所以咧我就很好奇它的美味程度有没有随着它的体积长大，也是讲一起挑工的，就是虚张声势啦，就是做大来吸引我们。所以咧，现在就跟着我的脚步出发吧！我们第一站一定要先吓吓大家的眼睛。大家都知道台湾人很喜欢吃小笼汤包，但你有看过比脸还大的小笼汤包吗？是不是没看过？没看过就跟着我来吧。哇，我们的巨大小笼汤包已经上桌了。我们点了一个正常版跟一个特制的巨大版，但这个巨大版好像没有比脸大，好像就是比我的拳头大，是真的。就是短片不要拍得那么大，骗我来。好啦，但它其实也是名副其实啊，它真的比一般的 size 还要大很多。我们今天点的这个巨大小笼汤包啊，跟一般的小笼汤包口味其实是不一样，要点它这个巨大的才可以吃到它这个口味。然后它这个一个呢是260，然后我们点正常的小笼汤包，这样10颗是220。我们来吃吃看它们的差别。它强调它们的汤汁非常的多，所以呢要先从这边用一个洞戳开，哇，已经流出来了。它好像是那个温泉哦。整个戳开，那个汤汁一直跑出来，吸管插进去这个汤包里面，开始吸汤汁。哇，好鲜甜哦，而且它有一股那个鲜虾的味道在里面呢。它的汤汁太多了，多到直接可以搭着小笼包一起吃。我们来吃它里面的肉，我很好奇里面的肉长什么样子。哇，我看得到，哇。里面有汤哎！对啊，它的汤多到我看不到线。我拿汤匙看看它里面有什么。哇，这是我懂了，它的内馅不是那种就是扎实型的，它是连同汤包一起的内馅。它里面刚刚喝到的鲜味啊，就来自于它里面这个干贝。它干贝其实放很多哎。它里面的料很丰富。我猜好像有点类似像虾子吃成那种碎碎的哦，然后也有蟹肉的口感在里面，然后还有干贝丝很多，它就是一个总烩海鲜汤，而且很鲜呢。这边会包的比较厚是正常的，他说如果要先吃的话，先吃旁边薄的皮。面疙瘩的口感，好，接下来我们来吃一颗正常版的。熟悉的感觉回来了。那我们来实测看看它是不是原本的小笼汤包，汤汁也是这么多。汤汁也是蛮多的。喝一喝看。好吃的猪肉口味，没有猪的那个汉味。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吃这个有一种就是新奇感，然后其实它的海鲜的味道是蛮浓厚的，但我好像比较吃的习惯正常版的小笼汤包。那有肉是不是比较习惯？这个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在吃一个汤包，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汤包，然后吃完就没了，就是没有什么满足的感觉，我觉得。不骗你们，你这样把里面的料切开，它就瞬间变成了一个
总会海鲜浓汤面疙瘩。然后吃小笼包一定会必备的酸辣汤，他们就是一个标准的组合。喝看，我里面料很多，笋丝、猪血、这料真的很多。对，跟豆腐。它酸辣汤可以，酸度刚刚好，而且不会到太辣，是我可以很喜欢的口味。重点是它里面的料超多，你每一口喝下去都是满满的料，很大块。豆腐真的是有够大块的。我觉得酸辣汤可以一点，原味的小笼汤包也可以。但大块的话，我会觉得说很新奇，来尝鲜看看，然后顺便开箱。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继续前往下一个巨大阪美食。现在我们转身来到了西门町，听说这附近呢有一间日料店，它的握寿司都叫大改啦，巨大阪的握寿司。听说我们的子轩也是这间店的常客，推荐我来的，在这里。而且今天很幸运哦，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平日来，要不然他如果是晚上或假日来，你真的是排队不知道排到哪里去了。好，我们赶快先进去点餐吧。哇，这个寿司看起来很像手榴弹寿司手榴弹。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个枕头，它上面帮它盖了一个超厚的棉被，超适合现在的天气。然后顺便一提，就是它这边的观光客非常多，像我隔壁的就是韩国人跟日本人非常的多。然后他走进来，他用餐区其实在2楼，然后他的味噌汤是免费火力拎到百啦。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鲑鱼肚，猜这份多少钱？100块，加上他屏东来的啦，可是这里是台北哦，西门町哦，而且你看哦，它这个鲑鱼肚还切得这么厚，这么大块哦，这一盘490。哇！总共几条？它总共有5大条，而且5条都是切得这么厚的啊！很夸张哎，很厚哎。这个油花真的超漂亮的，先吃一口原味。哇！吃原味就知道这条鱼新不新鲜。我只能给，我真的很赞，而且我嚼超久，因为它的肉真的很厚，很夸张。好，一点瓦萨比下来。你也是混派耶？对啊，有些好像是用沾的，可是我也喜欢用混。你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后来改混的吗？因为我发现我不会去抓它的量，就是它有时候会呛到，对不对？对，没错。好饿，沾的更好吃。海里面的回忆都在我嘴巴里面，透过我那个投影像在我的脑中。它游过哪些地方？太新鲜了啦！而且我觉得重点是肉很厚，吃起来就是过瘾。接下来呢，我们来吃重头戏。我们今天就是冲着它的寿司来的。听说就是他们的寿司就是比一般店的还要再更巨大，我真的有感受到。但我真的觉得它鱼肉蛮厚的，它不是切薄薄一层铺在上面哦。我掀开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很厚。然后你看它里面油花超漂亮。因为鱼肉的那个切的那个横面跟它的刀工都会影响到那个鱼肉的软嫩度。它的鱼肉咬下去非常的软嫩，然后它里面的醋饭我觉得很好吃，那个醋的味道刚刚好，跟饭非常融合。再来就是它的鱼肉我给100分，它的鲑鱼肉非常的软嫩。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就是它代表它真的很好吃又新鲜。我觉得它上面这个酱油跟这个酱油是不一样，是他们特制的那个甜酱油。用上去有种日式照烧的感觉，就不用再另外沾酱油去吃，我觉得就非常的百搭。可以耶，这个下次我应该还会再来一次，这个我喜欢。跟鲑鱼肚比较喜欢，我更喜欢这个哎，因为像巨大寿司的话，我自己也吃过很多家，像我上次有去宜兰拍了一间跟寿司店家帮我特制的巨大寿司饭，这让我很印象深刻。然后还有大胃王来了之前也有去挑战，就是
那个巨大的握寿司啊，有那种巨大的寿司桶饭，那个桶真的是小朋友好像可以在里面洗澡那个澡盆，就是觉得哇，就是自从就是开始拍频道影片啊，就发现了很多大分量的美食。可是那些都是店家为我们特制的，然后今天是真正来到一家本身有在卖这种巨大化寿司，我觉得还不错。但我们的美食踩点还没结束，继续开张给大家看，我已经期待下一家喽 ，Go Go！ 刚刚呢吃了小笼汤包，还吃了海鲜，但就是现在来吃一个，就是早餐店一定会出现的一个品项，就是蛋饼啦。台湾啦吼，熊爱夹蛋饼啦，这家的蛋饼吼，听说它的分量是一般的3倍大，哦，这么大。好，我们现在去看它到底有多大，很期待哦，在这里。而且这个地方呢，我们上次有跟他路过，这不觉得这边很眼熟吗？就是那个四平商圈，上次有来这边吃那个晴光红豆饼，还有上次去那边挑战那个排骨面，这次呢要来吃那个蛋饼 ，Let's go！ 哇，真的没有骗人，它的蛋饼真的是一般蛋饼的3倍大哎！我觉得到4倍都有可能，真的是超级无敌大的。我这个是咸猪肉蛋饼，然后这180，然后这是花生嫩蛋加培根的，这也是180，而且上面还有炼乳哦，这是属于甜的口味。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一盘是卡拉脆鸡，里面还有加培根，还有薯条，还有面包。这一整个拼盘呢是300块钱，但我觉得非常很大哎，这真的看起来心情会很好，因为它的料真的很多。而且刚刚走进来店里面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氛围很好，走进来有一种好像来到餐酒馆的感觉，你们不觉得吗？就是那个灯光很霓虹啊，然后摆饰都觉得哦，有一种算塔罗牌，不是一进去就有一种那种氛围吗？你看它的那个卡拉鸡很厚哎，它是走一个脆皮路线的，我刚才夹下去我就听到卡吱声了。它里面那个卡拉鸡外皮有够酥脆，里面的鸡腿肉超嫩超多汁，重点是它那个cheese是会看稀的，咬下去起司味非常浓厚。它里面这个蛋是嫩的，然后外面那个饼皮，它是有点像薄脆饼皮贴在上面，然后底下还有一些生菜沙拉，它放很多生菜。它分量整体来说我是觉得很可以。那薯条给的分量很多，上面撒满了满满的起司粉。我们来吃一下咸猪肉口味。为什么会点这个口味？是因为我们刚才一进来的时候啊，你就在想说要点哪一个口味。那刚刚有一桌的客人就说要点咸猪肉的，咸猪肉好吃哦，所以我们就点了咸猪肉的这个饼皮。你们有听到那个声音吗？超脆，夸张。重点是它里面咸猪肉的料真的给的不手软呢。它里面咸猪肉可以直接当做一道热炒哎。它的咸猪肉炒得刚刚好，味道呢不会想象中的那么的重。它跟蛋饼呢是有一个很好的 balance 平衡住的，而且它里面的洋葱也不会到那种很辛辣，好像是有特别处理，所以吃起来不会那么的呛。然后重点是它里面有包一些生菜，然后增添了一点那个清爽的口感在里面。但我真的很喜欢它的蛋饼皮，它外面真的超酥脆，而且我觉得咸猪肉口味上面还有再刷一点点他们那个甜甜的那个酱油，还有那个白芝麻，吃起来很香。我觉得我来吃这一家蛋饼，真的把我对这原本对蛋饼的那个观念，还有那个印象，整个要拉高了。就想说，原来做的这么大份，还可以这么好吃。接下来我们进攻到甜的口味，花生培根炼乳嫩蛋蛋饼。Oh my god， 里面的酱超多的啦！它的花生酱
是那种丝滑的那种，是没有颗粒的，满满的花生香包在那个蛋饼里面，跟那个培根的肉香融合，真的是西北好吃，西北哦。然后它上面还撒了一点点的那个盐巴在上面给你提味，不会让你整体太甜，味道调配的好好，真的会停不下来耶，好狂哦！那我们继续看一下下一家，我整个好奇心都已经被开启了 open， 所以我们要继续前进。先是吃完啦，现在是轮到甜点的味上场了。大家一般吃芋圆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小颗一颗一颗的在吃？那听说我们现在要去吃的这家芋圆冰呢，它芋圆竟然有5倍大，5倍大的芋圆到底长什么样子啊？而且像这种芋圆咀嚼类的东西，做大颗不见得是好的哦，因为就是咀嚼肌会特别的吃力。到了，我们去点餐。我的眼睛，赶快帮我检查我视力还有没有1.5。这个芋圆也太大了吧！其实我上次有去台中在那个大坑步道附近有一间那个卖很巨大的芋圆，结果这个芋圆是我目前看过长最大的，很夸张哎！这个对比，它的厚度长这样，很厚哎，小馒头一样大。对。哇，你很会形容，没错，就跟小馒头一样大颗，超扯！我好好奇它的口感，我想先试试看。都很软哦。它不是我们一般熟悉的那种芋圆，它是芋泥球哦，里面吃得到那个芋头的一点点那个颗粒感在里面，咬下去那个芋头香扑鼻而来，够香的啦，够好吃。这个真的很大颗。我觉得很 Q 哎。Q Q 的，这样吃起来比那个我们一般吃的那种超阿贵啊，或者是那个韩吉贵再 Q 一点点。我认真吓到，我原本以为这是大颗，我的咀嚼肌又要去按很多模了，你知道吗？就是原本很担心芋圆跟地瓜圆，我更喜欢这个芋圆，它吃起来真的很软，而且很软绵，它就是放大版的芋泥球。好好吃，现在是正常 size 的芋圆，但超很大颗。现在看到这个，这是它的小 baby 吗？你看这个对比就知道它很夸张了。这个应该不止5倍大了吧？这个应该至少2、4、6、8、60倍大左右。这个的话，我会更喜欢吃大颗的，大颗的更能吃得出它的芋头香，小颗的比较没办法。但 Q 度、软度是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大颗的口感更好。Q 度一样，但就是我还是觉得大颗的获胜。这里都是2颗大颗获胜。OK， 我必须给他们鼓个掌。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通常来这边吃冰啊，这2颗呢另外加购的，然后这一整碗冰呢是黑糖荤桂冰加购2颗大芋圆。对了，因为我是芋头控嘛，所以我点了这2碗冰之外，我还加点了1碗芋头。听说这个在这边很有名。他们家的芋头系列都真的不错哎。这个给我整桶，现在我绝对吃得完。现在立刻马上。真的吗？好啦，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我对他的刻板印象，我真的对他说声对不起，前面还这么的看不起他，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很期待这家，因为我真的是就是对于那种咬很久的东西，就会觉得刻板印象，没错，就觉得说有些东西刚刚好就好了啦，就发现它其实超过它原本的 size 很多，还是很好吃哎，所以店家的功夫有用，对，必须给他一个掌声。那我们也要进入我们的压轴喽，这是最后一家，我们出发 ，Go！
闻起来超香的。哇，这就是我们最后一站的巨大版美食，用超巨大的 croissant 来结尾。这个巨大可颂呢，可是足足有38公分，然后它是这个迷你可颂的12倍大。你看它们，就等于是一个阿祖带跟他孙的尴尬。对，我们来吃一下好了，它是现烤出来的，所以特别的脆。它旁边那个是这个是为了要沾它的那个可可。我跟你说，之前有一阵子超流行这个超大可颂，然后去沾它吃，来沾一个。然后沾下去的时候，它会整个都冒出来，没错。哇，它外皮非常酥脆，然后它的温度其实还有点微温，所以那个可颂的香就包在里面，你咬出来整个散开来，超赞的。我觉得这个超满足，它里面也很细节耶。真的是可颂一层一层的，没办法那种加工减料偷懒的。里面，我跟你说，里面真的是超湿润，不是那种干的哦。我剥里面给你们看，它里面的这个面包体是湿润的。刚刚我们有跟店家问说，请问这是有限量的吗？他说1天的话限量5到10颗，然后通常的话要先打电话预定。而且我跟你说，它比小的吃起来更好吃，很像是那种手撕面包里面的那个面包的那个柔软的触感。它里面这个面包体，对，它里面这个面包体就变成那个手撕面包里面那种面包绵，就是比较软绵松软的那种口感。然后就沾一层，没错，你就这样撕一圈，然后在那个哇，享受。哇，谢谢，赶快来许愿，看到蜡烛就是要许愿。好，我要许3个愿望，前2个愿望要讲出来。好，第一个愿望呢，我只是希望，所有我爱的人跟爱我的人都平安幸福，然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有心想事成。第二个愿望呢，就是希望小薇就爱吃这个频道呢，早日破100万订阅。第3个愿望我要许在心里。哇！硬要把最后一口气把全部蜡烛吹完，谢谢大家，非常感谢。然后也希望就是2月的水瓶宝宝们跟双鱼宝宝们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预计这个影片是2月初，然后刚好我的生日也是在2月15，介于中间，就是祝我自己生日快乐，也祝2月的宝宝们生日快乐。然后这一个可颂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1颗我是吃不饱的，所以我点了第2颗。然后这一个set呢也是一样780，只不过它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它有附这些蜡烛啊，就是有一种生日蛋糕的这个概念。配对组，对，配对组合，然后还有一个可可酱，还有蓝莓酱让你做搭配，很棒。那我们先把这些蜡烛，可是很可爱，我舍不得我这样做好了，从旁边开始撕。那先沾这个可可酱好了。哦，它可可酱看起来，哇，很划算，好吃。它的巧克力是那种滑顺的牛奶巧克力，不死甜，非常的搭可颂面包。是我喜欢的那一种榛果巧克力的感觉。接下来沾蓝莓酱，它的蓝莓是看得到那个果酱颗粒在里面，超多果酱颗粒的。很清爽哎，整个蓝莓的果香都锁在它的果酱里面，拿可颂去沾，很搭。哇，今天真的太满足了！我们真的好像是第一次拍这样的企划，对不对？就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搜寻当地的巨大版美食。今天是第1站台北，哇，真的是搜寻到很多我以前都不知道的餐点诶。那个蛋饼真的很惊艳，真的是放大好几倍都超好吃。还有那个芋圆，我们下烂，我本以为就是说要嚼很久，然后是那种像球林赶快塑胶的感觉，不过加起来吼，我想的完全无同，有够好吃的。然后再来重点就是最后这个巨大可颂，整个大满足，吃起来超过瘾。而且我觉得巨大版美食
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它有一个话题，就是你可以跟朋友一起来，或者跟家人一起来，就会一起开心的分享哦这份喜悦，就是一起讨论说，哎，我要从哪里开始切？你不觉得这个很大吗？为什么可以把它做这么大？就是有一种话题滔滔不绝的感觉，很适合我这个 I 人，因为我是一个话题好像没办法延续的延续王，本人如此，现在努力学习中。没错，也谢谢大家就是收看的这一集，就是以后呢也是会有巨大阪美食的探索，也请你们告诉我你们的家乡、当地附近有什么巨大阪美食，留言告诉我，我想要去吃。也谢谢大家收看。然后也请大家订阅小慧就爱吃，跟追踪我的脸书跟 IG 哦。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大家拜拜。哈豆也要巨大，对不对？这样吗？